结束上午的名古屋水族馆，再来呢就到旁边的南极观测船，然后搭着船游着名古屋港，抵达铁道博物馆旁边的乐高的博物馆乐园。在名古屋港的船在水族馆对面，这艘是从1965年开始看行一艘观测船，它总共服役了18年，然后最后退役以后呢，变成一个博物馆的形式，然后停在这边让大家观看。我看以前是怎么，就是在观测上面这些，就是船上的生活是怎么。对于一个海军的成员来说呢，我曾经在海上有很长的时间，所以看到这些船上的生活其实是蛮怀念的。虽然我们美国建造的船的这个设施跟这个还是有差距。它这个毕竟要去南极，所以时间会拉得很长，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所以它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服务，然后包含甚至有剪头发。那他们在用一些假人的方式来呈现，让大家看看以前生活的样子。这样子3层的住宿，说起来比我们当年那样子的环境还是舒服很多。楼梯向上，这边看得到当年的照片。再来是南极博物馆，展览很多他们在南极发现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开下去的车子。那甲板这边则是停有直升机。这个直升机的大小还算蛮大的，要执行救援、物资输送都蛮方便。继续往上走会抵达驾驶室。以前在船上我也是蛮长的时间会待在驾驶室，所以看起来是很怀念。不过他们的整体已经作战跟一般这种观测用是不太一样，所以看起来驾驶室还是有点不同。那离开南极探测船，我们往这个搭船的地方移动。那刚刚看到那个是观测船的螺旋桨跟桨轴，距离等一下船开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旁边的花园，慢慢的做一个散步。5月现在还不算很热，稍微散步一下，晒晒太阳。那因为是黄金周嘛，所以我在远远就听到音乐的声音，所以一直继续往这个音乐的声音的来源移动。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广场的区域有一大区的这个摊贩，它是黄金周的活动，然后有请一些艺人来表演、唱歌这样子，然后跟一些摊贩。
可以来吃点东西。相较于刚刚在水族馆里面的拥挤，这边隔壁的花园虽然距离很远，大概不到1公里的距离，但是整体在花园这边逛起来是蛮舒服，不过风是很大。还好待会是在名古屋内港内的一个运动，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风大浪会很大。然后这边有一个 Mini Cooper 的一个活动，那这里是一个就是休息区，可以在这边休息。旁边有看到水陆两用的车子，可以下到开下去就是环游这个港。然后时间差不多了，准备登船了。现在要搭的这个渡轮呢，是从就是名古屋港，就是水族馆这边开始搭。那它会大概在20分钟，有一点游港的，就是让你在名古屋港里面看看港湾内的风景。那最后会抵达金城富头车站这个地方。那其实这2个站它本身都有那个电车的站，所以其实也可以搭电车来回，或者是说我们搭船从名古屋港搭到金城富头，那也可以搭电车再搭回去，都算蛮好的。虽然刚刚看风是蛮大的，不过整体来说浪是还好，因为也没有开很快，就慢慢开，不会说这样子跳来跳去。整个车程大概这个船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然后可以到上面去拍照。上面有一个平台，不过风很大，上去要小心。然后继续往前呢，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桥，是名港中央大桥，也算是名古屋这边的一个重要的地标。不久以后就过桥以后，不久以后就会看到金城富头。因为富头这边主要是有这个铁道博物馆，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展示，那还有一个 shopping mall。那最重要呢，它是有一个乐高的乐园，不过乐高乐园相对比较大。我本来也以为说可以简单看一下，花1-2个小时看，后来发现门票不算便宜，那要看的话，可能花个半天以上的时间，甚至要过夜。从渡船头大概走10分钟会抵达这里。这个铁道博物馆，其实在日本有各式各样的铁道博物馆。那这边除了大，那它还有什么特色呢？这里的全名叫做磁浮列车铁道博物馆，梦想回忆之博物馆。它从最古代的复古的蒸汽式火车到最先进的超导磁浮列车都有实体的一个介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它放我们现在看到的磁浮列车，虽然磁浮列车现在还没有正式运行，不过他们是已经有相关的技术。那往内走呢，就非常壮观，摆满各式各样的列车。那光是新干线就从早期的新干线穿过，那一直往前是越来越老的车型。那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在收集，但当然我搭过很多他们的列车，他们的新干线，所以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也许如果今天是一个对，就是我们的铁道火车迷，来到这边是会非常的开心。
在日本，这个铁道开发速度非常高。记得我去比较早，有几个站，像高崎站，就有130年以上的历史。说起来呢，的这个车种的保存的也很好，这个还要拉着绳子的，毕竟是 JR 东日本开的这个保存的都很好。那有的甚至它在里面呢还有很多目的，以前就是在车上卖食物的一个小餐厅。这个跟现在的新干线有点像，不过很狭窄。这个应该是有睡过。哦，这里是餐厅区。东海道移行的车型，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高级的旧车。它设计的不错，也算蛮安全。然后在这里博物馆里面呢，还有一些书，就是可以给小朋友互动。所以其实在这边带这个小朋友过来是蛮不错的一个景点。那有介绍铁轨的一些原理，跟这个火车运作的原理。然后外面是摆放这个蒸汽火车跟最新的新干线，做一个对比。走到2楼，往下看刚刚的这个摆放列车的位置是真的蛮壮观。这是比较外面的一区，然后这是早期的这个接驳的巴士。古代的火车站的这个铁轨模型，他们这个介绍历史，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文物展示。离开这一区哦，我继续往下走。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像市集的一个地方，还有很多店，这里可以稍微逛一下。东西当然是不算便宜，有点像一个小村庄。然后穿过这个村庄区呢，就会抵达这个乐高的乐屋。就像我刚刚在讲，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一下就逛完了。然后后来仔细到了现场，我拍了一些照，然后仔细看了一下地图，买了票，然后发现小不便宜。然后加上我的时间又不是很够，算了，之后有机会到名古屋，我比较长的时间再特别来。然后我就到外面它的这个贩卖部，看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一些乐高可以买回家。那现在呢，又往回走到刚刚那个就是商店区有很美的淡水秀。继续往前走，这里会到车站之前，会先穿越同一个所谓穿越商场，然后就会抵达它的这个车站。这个是青坡线，
那再来就搭庆国线回去市区，那就一条线，然后很快就会到名古屋车站。那虽然现在天还蛮亮，不过其实时间也不早。我现在再来就是台大的同学，在名古屋工作的一个学妹，晚上简单约了一个晚餐，那所以就现在在等这个晚餐时间到。那我们呢是约在名古屋车站站前地下街的这个广场，先找，它其实蛮大的，因为很有名。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本来有要吃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店哦，不过就是都要排队啊，最后是挑了这一家巨大炸虾，它是以炸虾闻名的一家店，简单点的餐点，当然也要附上炸虾冻饭，然后还有一杯这个海蹦。当然在美国也是鸡翅，被人潮。我准备要回东京了，结果我发现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就是没有车票可以买，毕竟是五一连假，这个黄金周连假结束的最后一天，大家怎么办？大家都要赶回东京，怎么办？结果我就买了绿色车厢商务车厢新干线，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搭到比较贵的新干线。那当然，这是出差，所以回去报账那个就是新干线一般票的价格。它的位置是比较大，看起来是蛮高级的，然后说是有提供一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印象它提供什么，好像没有吃很快就提供了。要到新横滨，到了新横滨以后再坐南线，很快就回到桥本，然后再南大走。那因为是绿色车厢嘛，所以它出来的这个地方我还真的不知道，跟以前走的路线。很快就到了南大走，那刚好有一个台湾季，不过我是没有参加到。黄金周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